可是依他的年岁，我阿爷出事那年，他还只是稚子之年，这对不上啊。但是若他只是走私，他何须亲自千里迢迢来到益州？他后来接近我，又是要做什么？不用急，这些事呢，交给我去查，交给我去管。夫人，可还有更要紧的事情？什么？杨家的妖魔鬼怪，可不好对付着呢。夫人，你要小心了。他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啊。哎呀，这三郎，这是家宴。你当了这个督察之后，你这官威太大了啊！你连我们杨家家宴，女眷是不能上台面，这条老规矩你都忘了？这便是你与督察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呦呵，这是家宴，不是你警官府，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啊！杨敬林，你是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揍你的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话吃饭就吃饭，你别拿筷子指着我，今天。啊，行了，一家人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吃顿饭吗？啊，三郎的媳妇刚嫁过来，咱们家饭桌上也不缺这副碗筷嘛。最主要的是，让他借这个机会，认识认识宗亲长辈们。可别家的媳妇儿，也没这个礼数啊。再者讲，三郎的媳妇儿嫁过来也不光彩，也没资格登这老爷子堂。哟，夫人，你看这筷子是什么迂腐老木头做的呀？怎么轻轻一放就断了？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我去换一双筷子。哎，三郎说他吃好了，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茵茵，你先坐下。茵茵入宴，是我准许的。我也是女眷，我能出席此宴，且经营杨家的生意，是承蒙各位宗亲和主事的信赖。我请茵茵入宴，是因为茵茵亦不是寻常女子，不仅是飞花会的会长，日后也少不了经营我们杨家的生意，所以参加宗亲大宴是早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到的。哎，阿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能懂了。飞花会会长，她现在是我杨家的媳妇儿，那这飞花会迟早得入我杨家的名下。是呀，二爷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叫着一起吃饭呢？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！三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就算是杨家对我夫人有恩，也不该把我夫人的商会算作是嫁妆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你说谁呢？这么说话的，夫人别怕，谁敢让你不舒服，我就让他们更不舒服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我这新官上任的3把火会先烧到谁的身上。没意思啊，这菜一看就难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走吧？阿公阿家各位叔伯，我们真的告退了。
乌烟瘴气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兰，大哥，你看他这什么态度呀？这玩意儿说谁乌烟瘴气？这个饭吃的，确实是没什么意思。不吃了。大郎，先送阿姨回去休息。是。果然很难对付啊！竟然还惦记你的商会。阿佳若是想要我的飞花会，那他便会一早就与我谈条件。这只能说明他想要的更多，筹谋的更少。这位主母，他不是坏人，但眼里只有生命。说起来，他比这所有姓杨的都更像杨家人，所以他才能当这个长氏夫人。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信誉，就算阿佳有自己的筹谋，我相信他会与我公平交易的。可是这杨家是个大家族啊，哎，在家族里生存和做生意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就给出最差的态度，这往后你稍有退步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体谅懂事。一开始你就给出最好的态度，稍有不慎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离经叛道，忘恩负义。你以前是不是吃过很多苦？有些教训只有摔了跤才能学会的。才没有，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聪明。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些道理，你只是放不下情面，怕我和家人关系更僵。才没，我这是先礼后兵。嗯，我信。哎呀，饭也没吃成，肚子真有点饿。我也是。那要不然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尝尝我的手艺。哎，我去给你做。尝尝。怎么样？自从阿娘和师傅走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专门为我做饭的人。这面有家的味道。你要是喜欢，我经常给你做。不用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等着。是不是想喝酒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能喝，但你可以看着我喝。行，看着你喝。好酒啊！行。真香。想得美。
杨金兰，江湖上是不是特别自在，特别快乐？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这里？嗯。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金阳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
很爱我阿姨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姨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？34，你怎么能在魏书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。再跟我笑，你再跟我笑，你怎么讲？我气死你！规矩，入袖未干，你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，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，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哼，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，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
二爷，我这样做，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莹莹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呀，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啊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了我。啊，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，还得问一下我的2位副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飞花会的成员们，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同意。怎么来的？同意。整个益州城都清楚。杨家是杨夫人说了算，您在杨家是什么地位，我不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提着杨家就能在这儿横冲直撞的。今日我们初次相见，您来飞花会闹事儿，我不打您啊，不打您。再大放厥词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浣花溪旁儿郎们的厉害。
三郎媳妇儿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在外面这么欺负你二叔，杨府不会饶了你。会长，我这个新会长行吗？你得相信自己能行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的会长只有陈三郎，没有季莹莹。你我都是飞花会走出去的，你是扛着会旗的，我只是带头打架的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是应该站出来，但我总觉着我与你之间还差了好些步呢。取会旗，去换花薪，举行新会长之礼。要带我去取。走，走吧。走吧，新会长。哎呀，别取笑我了啊！哎，十字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你当。嚯，写什么呢？杨静兰，男，益州人士，少时喜骑马，好舞剑。怎么，在写自己的罪状？他想更深入的了解我，我呢也想告诉他，我们两个现在这算是彼此靠近。你们这都已经成婚了，还想怎么靠近？这成了婚，反而有些话都不好说。不管怎样，祝你们琴瑟和鸣，白首偕老。成婚只是权宜之计，权宜之计。怎么，你想悔婚，不想娶她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我娶了她，我也不能不在乎她的感受。我们两个成亲，那是感情的开始，不是感情的终点。怎么，不喝了？玉掌柜可说，这可是你最喜欢喝的酒。是啊，是我最喜欢喝的酒。但我夫人也说了，她不让我喝。番商这边一直在查，明里暗里需要南诏的番商众多，真正快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。白胜那边也一直派人盯着，但是他府外一直有人护卫，咱们的人不敢靠太近。朱哥，你再派人去到南诏，找高兄帮我取样东西回来。什么东西？揭下某人的狼皮，一个让他原形毕露的东西。起来了！当初我们聚在一起，是被大染户逼得走投无路，是为了求一条生路。后来我们有了生路，飞花会越做越好，让所有的小染户都有了成功的路子。陈三郎，如今我把飞花会会长一职交给你。我问您，你可曾记得我们当初成立飞花会时的誓言？我们绝不以出身论英雄，
绝不固步自封，绝不攘内排外。我们携手并进，扬名益州。我做成的事，你也做成了。接下来，你可以立你自己要立的规矩。从今往后，飞花会永远为你留有一席之地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我让你立飞花会的规矩，没让你对我讲义气。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平儿，既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既英英若有求，飞花会定鼎力相助。这样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会长，不是钱会长，我觉得有问题。咱们出事的时候他没来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倒要听听白郎君想说什么。说吧，白郎君。若是再来一次的话，白某或许还是会说那样的话。让我为奴？让你为奴？晋娘子是不是误会了？白某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。果然，今日白郎君不是来道歉的。那白某呢，只不过是一介商人，这在商言商。白某怎么会跟这么好的生意伙伴撕破脸皮？再说了，在益州的景业里，白某绕不过晋娘子，晋娘子也绕不过白某。那你我之间为何不握手言和呢？盛丰泽，白胜，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？不无可能啊。我同意白郎君的观点，你我同在一城，何必剑拔弩张？但是趁人之危的生意伙伴，我受不起。哎，这晋娘子说这番话，有些让白某寒心了。白某只不过是开了一个价钱，晋娘子没有同意罢了，何来乘人之危啊？更何况，白某对晋娘子也有一半真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今日白郎君来不是为了道歉，是为了表真心啊。好，茵茵在此谢过白郎君这一半真心。若没有其他事情，茵茵先告辞了。晋娘子，下雨了，不如白某送你回去啊。这样的小雨，也不算什么。
多谢白郎君。季娘子既然已经接受了白某的一半真心，那白某为季娘子打把伞、挡个雨，应该不足为奇吧？夫人，下雨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夫君来接我回家了，多谢白郎君。多谢白郎君送我夫人一程啊！杨警官腿脚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夜路走多了吧？不然也不会如此严重。那也奉劝白郎君一句，少走点夜路，免得摔得更惨啊！夫人，回去。白胜很危险，你不该独自来见他，更不该再接近他了。我心里有数。白胜在明面上他还是个生意人，他以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在益州，定然不是桩巧合。既然如此，我在这件事上还有用武之地。你还打算继续跟他做生意？那个白胜，要我说，比起生意，他怕是对你更感兴趣。是我小瞧了季娘子的本事。自从在雷祖记上被花掌柜掣肘，我便学会了未雨绸缪。但凡要事，必两重计划，有备无患。你能以权压人，让桑长史出面替你办事，我自然也能借更大的事，压制桑长史的行动。上次是桑14，这次是当今圣人。季娘子以势压人，借力打力，和我所为岂不是一样？哦，自然不一样。我可从未有过害人的心思。好人不作恶，不一定是因为心善，有可能是没这个本事。没了红花饼，我还是染制出了朱颜驼。娘子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？阿兄阿娘，记得多购红花饼等原料。朱颜驼用量极大。那封家书，你那时便在想着给我设套。原本我只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谁知娘子咬了钩，买空了市面上的红花饼，而用茜草代替红花饼的法子，早在我研制朱颜驼时就有了。你算计成功，那又如何？红花饼买空，无人知晓是我牛府所为。至于购置的钱额，更是不值得一提。可是你输了。我想牛五娘子还没有尝过输的滋味吧？输？季娘子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造册文书和红花饼，一不留神就可以将你压得无法翻身。可于我而言，不过是顺手一挥。况且，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。我的婚检，想请季娘子瞧瞧。
牛母娘子还真是舍得下功夫啊！你以为这等把戏我会信？若是不信，季娘子为何脸色这么难看呀？哦，季娘子可以亲自去问问赵二郎君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。宁母娘跟我说，你们要成亲了。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这是真还是假？日子定在了月尾。为什么？牛五娘对我一见倾心，祖父知道了，便去牛家提了亲。我不要听这个，我要听你的理由。为什么？但是郎君要是出尔反尔，破镜重圆，那我便无法手下留情了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去见你，是因为我知道他囚禁了你。你都知道？我知道，可我却一点办法。
怎么说？这都什么事儿啊！我现在就要去了结那姓赵的。我跟你去，我早想揍他了。走。走。哎，切莫冲动，切莫冲动。如果这么做英英能够开心的话，我早就冲出去烧了他们赵府了。可这么做只会让英英更难受啊。这酒我是喝不下了，要和你们喝。娘，我干嘛去？英英，这菜你刚才买来，正找你呢。这没买齐呀，这菜越冷越冷不好。这你爱吃的哈。哎，你们怎么还没动筷呀？不是说好了你们先开始吗？是我们家菜不好吃，还是我们家酒不好喝呀？啊，没有，随便吧，这么多好菜。来，酒来了，婷儿，快给大家倒上。今日季家大难不死，今夜咱们好好庆祝一番。对，今夜不醉不归。哎，那把酒倒上吧。啊，来，都倒上。来，我倒。来。今日我们这宴啊，目的是为了庆功，别的事情都不重要。你们也放心，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我。但是呢，我今日让大家久等了，我先自罚3碗。第一碗，好酒啊娘！第二碗。接下来要敬3碗。这一碗敬阿娘还有阿兄，谢谢你们一路上对我的支持还有呵护，让你们担心啦。这一碗，敬我们飞花会。来，若是没有各位兄弟姐妹信我、护我，便没有我们今日的旗开得胜。敬大家。哪儿的话呀？要是没有你，哪来的咱呢？是吧？就是。虽然爷这屁股都颠破了，但是圣人口谕，刀下留人，这爷能吹一辈子。他是吹一鼻子，说自己屁股颠破。我们也吹嘛。干了。好了，别再喝了，还有一点。这一碗敬我阿玉，谢你无畏风雨，救我于危难。但是那1贯钱你记得还。哇，哎呦，这酒挺烈啊，娘。哎，你们干嘛呀？怎么不喝不吃？是我们家的菜不好吃，还是我们家的酒不好喝？来，
大家动筷子吧，菜端上。吃喝，动筷，来，夹起来，来，酒也倒上。来，今天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，来，来，哎呀，来阿娘一起来，不醉不归，来，不醉不归，来。哎，等我再改改这喜服的尺寸啊，保管让郎君迎娶新妇时气宇轩昂，英姿勃发。英英，你知道阿娘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阿爷吗？你阿爷他呀，心里只有知锦，整日耗在锦房里。他看上去不解风情，也不够温柔，不够体贴。但是他可以为了我倾其所有。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值不值得托付，不光要看他平日里的表现，还要看他遇到磨难时如何选择。若这个男人为了权势利益可以抛弃你一次，那么日后他便可以抛弃你100次、1000次。像这样的人，弃了不可惜。你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人让自己伤心难过呀。傻孩子，哭吧，啊！想哭，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出来。哭过之后，就把该忘的人忘了，再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
看你这样子，昨天晚上没回去啊？我提一句啊，照理来说呢，我不该管你的私事，但是你的私事影响到你的心情，影响到你的心情，就影响到我们的公事。有话快说。赵二郎君移情别恋了，你可以趁机表现了。你是不是不曾喜欢过一个人？干你何事？你若真心喜欢一个人，便会感他所感，知他冷暖，忧他疾苦，愿他欢愉。至于他与你能不能长久，这些都是其次的。倒也有理。晋娘子现如今一定十分难过。不过晋娘子也非寻常女子，她如此强悍又清醒，想来不出3日，定来也就没什么问题。不过是他故作坚强罢了，踽踽独行，茕茕孑立。知他者为他心忧，不知他者为他何求啊！杨警官，咱们的人在牛府外盯了几日，牛府今日有人到山上去了，是密林中一处隐秘的山洞，里面亮着烛火。终于动了，会不会像上次一样，是戒备的暗哨？暗哨？岸上会有烛火吗？上山的人是谁？是牛五娘子身边的那个婢女，叫玉媛。难得啊！他曾用这个婢女在我面前做过苦肉计，弹压过桑长史。以他的秉性，为了不节外生枝，定会把这枚棋子弃入婢女。可他竟还会重用她，让她上山，说明这个婢女对他来说不一般。怎么，你打算撬开婢女的嘴啊？倘若有一天，有人抓了你，问你我是来做什么的，什么目的，你会说吗？当然不会。但是，我是为了主人，不是为你。他也一样。你先去盯着，晚点我去探探。是。那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呀？私事未了，没心情做公事。这是枸杞子、菊花丝、水煮猪心，清肝明目，益心安神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想说我缺心少肺，脑子不清醒，眼光有问题？我后来想了想，他其实也没有如何对不起我。来，你还是多喝点啊。我说的是真的。自从我家遭难，他便施以援手，不离不弃。便是我家宗亲也不曾做到他这样。他懂我，任我天高海阔，从不逼我去做淑女。为了我隐藏自己的才华，为家中唾弃。只是我跟他
道不同了。他爱的不是权势，而是权势所给他带来的安稳和自由。而我要走的是另一条路。你就不会找一个道相同的？算了，从今往后还是自己好好走自己的路吧，不一定要有同路人。还是放不下赵修远。我与他相识相知这么多年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？但谁说放不下就不可以继续往前走呢？如今飞花会因为朱延陀名声大噪，正是乘胜追击的时候。我在想，下一步该如何？冉思只是景业的一小环，还是得致敬。停！那小子说的对，生意才是医你的良药。谁？原来阿玉说的是杨警官啊！杨警官要见我，是有何要事啊？啊，本官近日心情烦闷，就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，陪我散散心，解解闷儿。那杨警官便是找错人了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先告辞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不想知道。这叫望牛湖，把所有的烦心事放在这里，都会沉入湖底，消失不见。试一试。送给你。但是我放弃你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河灯一支30文，30文，这么贵，能不去抢啊？我又不是没放过河灯，不过2文。我这个叫洛神灯，相传是当年洛神用过的。洛神用过的啊？哼，多个名字就要多这么多钱，哪个冤大头才买？你随我过来。我阿姐这酒叫做文君酿，难道说所有喝文君酿的人都是冤大头吗？无论是这文君酿也好，还是那洛神灯也好，不过是多了个人名，这大伙儿啊就都喜欢来凑热闹了。金娘子难道不想凑这个热闹吗？我懂了，你再与我说说蜀地还有哪些名人吧。我读书少，
都知道了。在外游历多年之人，便是读书少，见识也不少。大不了我赚了钱分你一些便是。依虚息，为乎？玉娘，我什么？莹莹一会儿才回来，想不想替她出口恶气？做什么？你帮我写几个字，用左手写。我们这么做，茵茵真的会开心吗？不一定啊！快走！哦，快点！我今天这么做，我是高兴的。你能高兴也挺好，也不枉费了这一遭。别太担心，茵茵不过是失去了一个跟她不太合适的人，伤心难免是要伤心的，但不会死，更不会伤心一辈子。子明是不是也和茵茵一样伤心？你阿娘没教你吗？多多赚钱，少打听别人的闲事。这可不是闲事，你也不是别人。杨静兰，嘘，别凶！亏你要吵醒我阿娘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堂堂正正的从你们家大门走进来？国亏啊，国亏！你记住了，不管是墙头还是正门，凡是正人君子，都不该随意到未出阁的小娘子家里来，徒惹非议。哎，季娘子，你真是狠意啊！难不成你是想留我喝杯茶？杨警官不是喜欢飞来飞去吗？何必走这个门？还是说走那儿？那我还是走这儿吧。如此，多谢季娘子指点。那我这便去做自己的事了。多谢杨警官今日宽慰。还有就是，
早点休息。明日消息传出，这益州城死了第4任警官，全城风声鹤唳，朝廷派下督察。这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吧？那不妨好好聊聊。哎呦，小诸葛也在这儿呢。哎，他没供出什么来吧？杨警官好身手，若不是我今天带够了人手，恐怕就让杨警官逃跑了。事已至此，有些话我们不妨放在明面上来说。青城山上埋的警官可不多你一个。牛五娘子这是何意啊？这是杨警官奉宫中令探查蜀红司，如今蜀红司就在眼前，杨警官可以跟宫中交差了。蜀红司绝迹多年，牛五娘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牛五娘子既有如此诚意，那我也不妨实话实说。我来这益州只为升官发财，之前多有得罪，实属无心。若娘子不弃，我愿鞍前马后，听从牛五娘子的差遣。你看，小诸葛笑得多开心啊！他这个人啊，这一生就想干一番大事。诸葛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有了牛五娘子和牛将军的撑腰，想要干一番大事，岂不容易吗？我就知道，杨警官定会从善如流。文书我已经替你拟好了，至于这官印，杨警官的官印，我就不代劳了。只需杨警官派人将这蜀红司送入长安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便不分彼此，共享富贵。保护娘子！杨警官，这是何意？你的人欺负了我的人，我若不讨回来，日后我的人该如何信服我？
杨警官当真是性情中人。没有脾气的人才更可怕，不是吗？这蜀红丝在送往长安之前，还要拿到警官府进行核验。牛五娘子，不妨让我拿一缕回去走走过程，可好？请便。但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：明日这厮会随着你的文书一同进入长安。若往后出现什么纰漏，首先问责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请牛五娘子放心。娘子，这杨静兰真的可信吗？我自然是不信的。但是他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这益州城不能再死警官。不管他是真合作还是假屈服，如今我们都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船翻了，谁也活不了。